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视频节目主要内容有：张炳炳同志前往意大利米兰，莅临参观 AC 米兰俱乐部办公大楼，并亲切会见相关工作人员。Sempre ovunque, forza Milan. Repeat. 永远加油米兰。永远加油米兰！对对对。Sempre forza Milan. Sempre forza Milan。同时受邀参加周日 AC 米兰主场对阵拉齐奥的比赛。对此，炳炳表示：“老白，你看我到哪来了，老白啊？你看啊，这当年咱在大学宿舍里看那个欧冠决赛的这个球啊，在这儿呢啊。这里面是啥呀？然后这是奖杯荣誉室，我们现在可以进。对对。我操，这必须得来个自拍啊！马萨罗来了。Infanzia felice. Sempre ovunque, forza Milan. Repeat. 永远加油米兰！对对对。Sempre forza Milan. Sempre forza Milan。OK， 好的 ，OK。哎，他当年跟古利特踢球，古利特是个什么样的人？ I tre olandesi erano top. Oh. Van Basten il miglior centravanti al mondo. Gullit il miglior centrocampista. Frank Rijkaard idem. 所以范巴斯滕比你还好吗？ Van Basten. OK。Absolutely Van Basten. OK， 好的。 Van Basten and me. Hello， 小伙伴，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今年2月就开始拍摄我们最新的充电节目《时尚圣经》。我们先后去了意大利、法国还有刚果，我们希望搞明白所谓的时尚大牌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心智、占领市场。在意大利期间，我接到了儿时最喜爱的足球俱乐部 AC 米兰的邀请。在《时尚圣经》的拍摄之余，我参观了 AC 米兰足球俱乐部，也来到了儿时的梦想之地圣西罗球场。这是一件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今天它实现了，这都是得益于你们，是你们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所以特别感谢。有一说一啊，我小时候觉得圣西罗球场是个可神圣的地方，来了之后发现也他妈挺脏乱差的。就这个圣西罗球场，它又叫梅阿查球场嘛，国际米兰的时候它就叫梅阿查AC 米兰用的时候就叫圣西罗。完了之后，你看这边卖衣服的了，这挂着 AC 米兰的旗，卖 AC 米兰的衣服。要国际米兰踢的时候就换了成国际米兰的了。而且当地还是挺夸张的，就是我在那个米兰的一个雪茄吧里，然后我去买雪茄的时候，我当时就拿了件 AC 米兰的队服，然后这个老板说 AC 米兰队服不允许进，我操！因为那个老板是国际米兰球迷说有这个紫色的手环就可以进他这个休息室了。这连吃带喝的，这事儿整的。那我这小时候考1万分也来不了了。连吃带了啊！看看都有啥呀？Sparkling water, please, with ice. Oh, one. 啥意思啊？OK. And one this please. 是。它上面有着 Amy 的标，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法拉利啥玩意儿这是？气泡酒。哦，天哪！今年新授权的。Thank you. 这事儿干的跟 Gucci 似的我跟你们讲啊，今儿这包厢里，就说都是邀请的网红，
但是平心而论，你们仔细看看这我，就这些网红里面，是不是我长得最水灵？你看，这个啊，可是我吃的是 AC 米兰主场的这个屋里的这个拉扎尼亚的第一块。这拉扎尼亚奶酪味特别重，然后因为它刚才焖在那个锅里嘛，所以你现在吃的还是有一种湿气的，有一股那个湿气在，就有点像食堂吃自助餐刚开盖，然后你吃那口菜的那个感觉似的，带那个水汽味。但是奶酪味也行。你在这边吃饭，一不小心就会长胖，而且这边吃东西热量特别大，奶酪味行。赞布罗塔，哇，赞布罗塔，我操！我有点激动。要拍他吗？我操！你当然要拍他了！我操！你难道拍我吗？我操！哦，我可以跟他合个影，他给我签个名吗 ？OK。我操！赞！我操！赞布罗塔！我操！你看，这样，哦，OK， 我瞪着行 ，OK。哦 ，OK， 好。哦，看这人也眼熟，这人是谁？哦，扎卡尔多，这也是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人。你好，呀。哦。Zaccar. 81. OK. Thank you. 哦，开始 OK。哦，谢谢。哦，好。是。06年世界杯，对吧？那会儿我晚上看球，白天考试啊！我操，那会儿都世界杯完了之后，我都紊乱了，就天天都睡不着觉了。我那会儿天天都贼兴奋，就晚上看球，傍晚开始背毛概，晚上看，早上起来考。其实我今儿能做到这儿，我心里特别的激动。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激动，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可能是因为，就这是一个特别儿时的一个梦想。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住在济冈，然后那会儿我在济南，像在我们济南外语学校，那时候这个每周末的时候，如果是山东鲁能的主场比赛，同学是可以报名去当球童的。然后我当时特别想去，然后我家里人就不同意嘛，因为济冈到济南市区就到那个济南体育中心会特别远，然后又影响学习，到周末的时候又会影响学习，所以我爸妈从来不同意我去。然后这是我上学时候一个特别大的遗憾。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就很喜欢足球，特别想去现场看球，但是也很少有机会。那会儿的时候我特别喜欢 AC 米兰，然后但从来没有奢望过说我能来 AC 米兰的主场来看一场比赛。从来没有过。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这辈子要是能干这么件事儿，那牛逼死了啊！那会儿也小啊，然后就是那会儿那个特喜欢巴乔，然后我们那个上那个图书馆上阅读课的时候，那个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千万后期啊，这个新哥，我俩同班同学。他就拿本书过来，拿2个手指头盖着这个书页给我说：“哎，你看巴乔。”然后我就特别兴奋，我说：“你给我看看。”我就不给你。然后后来给我了，他把手一拿，上面是格尔巴乔夫，完了，我就
印象特别深这件事。但是说实话，其实巴乔是最让我失望的，因为我前段时间给咱们拍大保健视频，我想有一集来采访巴乔来着。然后巴乔跟我说，我如果要拍他，然后要发到 B 站的话，当时巴乔的经纪人告诉我，要拍他，然后发到 B 站的话，需要100万欧元。然后他可以跟我15分钟喝一个咖啡，就15分钟喝一杯咖啡，然后是18万欧元，对。然后我就瞬间感觉儿时的梦想然后我就那个偶像，然后就反正就是岁月啊，所以我今天心里很激动吧，就会觉得，我就原来有句话说，我特别害怕，当我们什么都有了的时候，却没有了我们。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我真的有一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可能都没有人分享这个喜悦啊，所以我只能把它分享给你们啊，所以也希望我们可以在年少的时候珍惜眼前人的这种感觉。对，不过我看AC米兰的球啊，一般都是输的感觉，一般都是输的面大。好，吃完这口我们就看球吧。可以直接打门的，那怎么把球分出去了，还让人给断了？说这个意大利人也有这个手势啊，就这是 terrible， 这是 wonderful。踢什么呢这是？太差了。其实那天比赛没有看完我就走了，因为我已经认不清场上的球员。唯二认识的特奥那天发挥极差，现场被球迷狂骂。那天走的时候，我心中充满悲伤，不是因为 AC 米兰踢得不好，而是因为 AC 米兰踢得好不好，我都已经不在意了。就像那首歌，越过山丘，却发现已无人等候。我悲伤的在于我不在意，我悲伤的是那个恃才傲物的少年，那个踢一脚球要回头看一下场边有没有女同学观看的少年，那个因为一场胜利就可以莫名开心很久的少年，似乎消失了。我和我当年的同学们在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压力下，慢慢变成了苏童小说里香椿树街上的成年人。所幸我还有大家，所幸我还有视频道，表达与大家的在意成了我青春的力量，让我对外界依然充满好奇与渴望。就像这一次充电视频，我们先去了欧洲，又去了非洲，我们围绕时尚的话题见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人和事儿，没有大家的鼓励，我们无法抵达。所以看到最后，要感谢视频道的股东们，你们才是我心中的球王，没有你们，我的青春就真的结束了。
下一集充电视频《时尚圣经》将在6月更新，欢迎大家关注收看。それが東京。他们生活挺魔幻。继续往前走吧。我操！泰国人回国求的是什么？可以赚大钱。 All out of this machine. Big motherfucking business。 All right. 都是穷人，我也是。谁骑在师傅身上？我早想回家了。听了，天要台湾了，不要台独了。